男人惊恐地发现，自己刚才撞死的野狗竟是一只极其珍贵的独角兽，它的脚会散发神奇光芒，女孩只是轻轻一碰，就瞬间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力量。可就在她感受宇宙万物时，男人一铲子直接打死了独角兽。毕竟撞到一级保护动物的事一旦被发现，两人至少要被判10年，并且今天接到富豪的订单也很有可能泡汤。杀死独角兽后，马特若无其事地来到富豪的豪宅，独角兽的尸体则隐藏在车中，等着事后再处理。谢尔顿家族是当地最顶级的财阀家族，可如今富豪身患绝症，只好请马特这名律师来安排自己的遗嘱。然而在双方交谈时，女孩忽然感觉身上有股奇怪的力量涌现，于是赶紧来到厕所，结果只是随手一擦，她脸上的几十颗痘痘竟神奇的全部消失，流出的血也变成了紫色。另一边的马特也惊讶地发现，自己800度的眼镜竟忽然变得异常模糊，拿掉眼镜后反而还看得更加清楚，似乎他的视力在以极快的速度恢复正常。两人全都接触过独角兽的血液，难道是他在作祟？艾米连忙去喊马特，打断了签字仪式。他让马特必须先处理掉车里的独角兽，那只东西似乎有可怕的神奇力量。结果话音刚落，车子就传来奇怪的响声，这一情形瞬间引起富豪的注意。他们来到车前，发现车子在疯狂的不停晃动，并且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逃出来。下一秒，独角兽竟挣扎着撞破玻璃，没想到这家伙还能死而复生。哦，又死了，那没事了。见到事情暴露，马特只好将撞到独角兽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并且自从被他的血溅到后，两人的身体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。高智商的富豪瞬间意识到，这只独角兽可能有着神奇的治愈能力，说着直接将两人带进实验室，对他们的身体进行了研究。科学家发现独角兽的血液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可在它的独角上发现了治愈马特眼睛和艾米痘痘的物质，看样子独角兽的独角确实拥有治愈能力。富豪二话不说，直接要求将独角注射进自己的身体，这是治疗他体内癌症最后的机会。于是科学家从独角上搓下一点粉末，然后加入水将其烧开，等它们充分混合后，再加入富豪注射的点滴中。结果等点滴打完，富豪竟真的恢复了健康，甚至连瘸腿的拐杖都直接丢掉，一家人都激动坏了。没想到独角兽的脚连癌症都能治，那要是将其碾碎包装成产品，卖给世界上的其他富豪，岂不是要彻底发达？可看着众人如此兴奋，艾米却感觉到隐隐不安。她回到房间，搜索起独角兽的资料，史料记载这种神奇的生物早在中世纪就有出现，当时的贵族发现它有神奇的治愈功效，便开始大规模捕杀独角兽。虽然贵族们治愈了疾病，可是从此之后他们也受到了厄运的诅咒，最终全都离奇惨死。艾米吓坏了，连忙提醒众人赶紧停下售卖独角兽的动作，将其重新放回森林，因为根据这些古代的传说，他们很有可能染上厄运。富豪听后哈哈大笑，这么珍贵的药材怎么可能因为所谓的传说就随意丢弃？见此情形，艾米只好独自离开。科学家们将独角兽真空打包，准备运送进金库好好保存。富豪们兴奋地喝起了香槟庆祝，可忽然保镖的耳机传来异响，所有通讯断开，实验室通道的电也闪烁不停。啪的一声，整座豪宅彻底断电。艾米想要拿起手机，却发现屏幕上的显示也瞬间消失，仿佛受到了什么极大的信号干扰。富豪慌了，让马特赶紧去实验室看看。无奈他只好壮着胆走进通道，结果刚遇到科学家，电力就忽然恢复。原来一切都是虚惊一场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可突然科学家虎躯一震，体内不知什么东西喷涌而出，见了女人一脸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一只独角穿透了他的身体。看见前方的黑影，马特彻底傻了，没想到独角兽不止一只，他的同伴竟然来复仇了。暴走的独角兽将女孩捅在墙角，想要将其杀死，可在看清女孩的脸后，独角兽却忽然变得温顺了起来，甚至还主动低下头，将自己发光的独角伸进栅栏，希望得到女孩的触摸。可就在两人即将碰到时，保镖直接几发子弹将独角兽打得落荒而逃。看样子这种生物的战斗力也不是很强。众人回到豪宅，点起蜡烛，商量接下来的对策。他们很好奇为什么独角兽不攻击艾米。艾米表示自己曾触摸过独角兽的脚，当时他似乎和独角兽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连接，所以能够听懂他们的语言。刚才的那只独角兽妈妈来到此处是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，所以科学家才会在移动独角兽尸体的时候遇袭。听完这番话，富豪不仅不打算把独角兽还回给他妈妈，反而装备起武器，决定去把独角兽妈妈也一起抓回来。他们全副武装，沿着刚才射击独角兽留下的血迹，一路来到了森林深处。果然独角兽妈妈正在使用她的独角为自己疗伤。富豪一步步朝她靠近，准备将其活捉，可忽然周围传来奇怪的声音，保镖回头一看，竟然又来了一只独角兽。还没等他们瞄准，独角兽就抓着保镖消失在了迷雾中。黑暗的夜色成了他最好的掩护，无论富豪怎么开枪，都根本没法伤他分毫。马特拿起夜视仪，才终于勉强发现了他的踪影。
见情况不对，两人连忙逃回豪宅。可由于独角兽的速度极快，即便是到了庭院，他们也还是被两只神兽包围。关键时刻，富豪急中生智，尝试学着传说神话中的样子，伸出一只手示意独角兽要触摸他的脚。这在独角兽的眼中是一种友好的动作。果然，这一招奏效，独角兽弯下身子，将独角凑到了富豪的跟前。结果下一秒，他直接无情地戳爆了富豪的脑袋，企图狩猎自己的可恶人类。他是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众人吓得赶紧关上大门。艾米拖出小独角兽的尸体，表示只要交还回去，独角兽爸妈可能就会放他们一命。虽然所有人都认同了这个方案，可是独角兽的脚作为顶级药材，他们并不想归还。于是他们偷偷切掉独角兽的脚，然后再由黑妹将没了脚的小独角兽给交出去。果然，在看到孩子的尸体后，两只独角兽变得安静了下来。可在发现孩子没了脚后，独角兽瞬间暴怒，他们直接一套组合拳，把黑妹当场撕成了粉碎。虽然光头趁机逃离了庄园，可房子里的众人恐怕是跑不掉了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，富豪的儿子偷偷将独角粉末吸入体内，果然在短时间内他的智商得到了极大提升。在经过一阵大脑的飞速运转后，他成功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神话中独角兽会被纯洁的少女吸引，于是他便将艾米当作诱饵，放在广场上引诱独角兽出现，然后架起弓箭躲在暗处。果然没多久，独角兽就循着气味来到了这里。只见他对着艾米露出了可怕的獠牙，但下一秒却神奇地躺在他的腿上，直接睡了过去。这果然和神话中说的一样。黄毛连忙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绳子，将独角兽绑了起来。要是能把这玩意圈养起来，无限繁殖下去，那将得到用不完的独角，从此长生不老可能都不在话下。与此同时，马特利用小独角兽的脚引来了另一只独角兽妈妈。在看见艾米后，他也安心地躺在她的边上睡去。这下可真的是要发达了。黄毛高兴坏了，表示要和两人平分这战利品。然而马特看尽了富豪们可恶的嘴脸，选择直接走上前，用独角用力给了黄毛一刀。结果黄毛也拔出弓箭反击，两人同时倒了下去。艾米将独角兽解绑后，连忙上前查看老爸的伤势。虽然看见他回头是岸，很是高兴，可现在他已经奄奄一息，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。艾米伤心地和他做着最后的告别。结果两只独角兽起身后，示意艾米让开。他们将马特的尸体拖到广场中央，再将独角放回孩子的尸体旁，最后将彼此的脚交叉在一起。瞬间，一股强大的力量迸发出来，周围的磁场开始发生剧烈改变。小独角兽的脚、马特的伤口都惊奇地开始进行复原。随着马特感受了一番宇宙的奥妙，他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。没想到独角兽的力量竟如此强大。在施法结束后，死去的小独角兽也恢复了生机。经过一番磨难，父女俩相拥在一起，喜极而泣。在被警察带回城市的途中，他们看见独角兽们也在边上幸福地奔跑，他们仿佛在和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。果然，保持各自安好，互不打扰，才是人类和动物最友好的相处方式。